惊掉下巴，电动车大王比亚迪9月销量竟然首次掉头向下，39.6万辆看似风光，却同比暴跌 5.5%， 插混车型更是腰斩 25%， 这可是它的王牌。市场一片哗然，比亚迪神话难道见顶了？而另一边，小米汽车更诡异，9月30号，一辆苏七居然自己发动往前跑，全程监控拍下来，结果送检后视频消失，官方还甩锅误触，惹得网友怒吼，这不是智能驾驶，而是智能撞车。真正要命的是，今天的比亚迪已经在失速，小米的弯道超车则变成了自然式炫技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比亚迪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新能源巨头暴雷？小米汽车能不能撑过这波信任危机？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说起比亚迪，你们第一反应是不是电动车大王、刀片电池啊、DMI 混动啊，一个个听起来都很牛。前几年那阵势简直跟坐火箭一样往上冲，销量干到全球第一，市值一度破万亿，就连股神巴菲特大叔都投了钱，最后一口气赚了40多倍，羡煞旁人。可最近风向变了，坏消息接二连三。先是巴菲特清仓了手里所有比亚迪的股票，市值一下子蒸发几千亿。接着9月份销量开始滑坡，这是过去1年半以来头一次。这一连串的信号像一根根警报线，亮在比亚迪的仪表盘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扒一扒比亚迪是怎么从神车变成烫手山芋的，销量为啥突然不香了，背后又埋着哪些大坑？金九银十本该是中国车市的传统旺季，但比亚迪刚刚公布的9月成绩让人有点意外。全球新能源车销量 39.6 万辆，同比下滑 5.5%， 这可是自2024年2月以来比亚迪单月销量首次转负。仔细看结构，纯电客车还是亮点，9月卖了 20.5 万辆，同比增长 24.3%， 可它的王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却只卖出 18.8 万辆，比去年同期大跌 25.6%， 半壁江山正在缩水。国内市场方面，9月销量约 32.5 万辆，比8月环比增长 11.1%， 但同比去年却跌了 15.8%。 海外市场也呈现类似趋势，9月卖了 7.8 万辆，同比虽大增 107%， 但增速明显放缓，而且这个销量在今年仅高于1月和2月。其实成长停滞的信号早就出现了。9月1号产销快报显示，8月销量 37.3 万辆，同比只增长 0.15%， 7月更惨 34.4 万辆，同比仅 0.5%。 与此同时，乘联会数据显示，7月和8月整个新能源车行业增速分别是 24.4% 和 34%， 比亚迪不仅没跑赢行业，反而大幅落后。当时就传出消息，比亚迪不得不低头，把2025年的销售目标从原本吹得很响的550万辆，硬生生的下调到460万辆。销量的停滞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问题是比亚迪自己挖下的几个大坑，正在一步步把它拖住。4个大坑拖住了比亚迪。第一个坑，价格战玩火自焚。观众朋友们，买车的人最在乎啥？便宜。比亚迪当年就是靠低价杀出来的。2023年初，国家新能源补贴一退场，比亚迪立马带头掀起降价潮。海豹07 DMI 直降 5.3 万元，秦 Plus 6万多就能开回家。结果呢，市场份额直接从 10% 飙到 27%， 吓得特斯拉、小米都跟着下场拼价格，整个行业一下子掉进绞肉机，疯狂内卷。可问题来了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
2年下来，中国汽车平均零售价直接掉了 19%。更要命的是，比亚迪自己点的火，最后招来了监管的灭火器。北京当局直接出手限制降价幅度，一下子把比亚迪最拿手的降价武功废了。结果很快显现，第二季度利润直接暴跌 30%。第二个坑，资金链越拉越紧。买车容易，造车难啊！比亚迪摊子太大了，要养97万员工，背后就是100万个家庭，研发也舍得砸。2024年投入高达308亿，占收入 8%。可钱从哪来？补贴早就退场了，账面上写着有息债286亿，好像还行，但实际上整体债务已经超过3000亿元。更扎心的是，他还靠拖欠贷款来维持现金流。2023年，比亚迪对供应商的平均付款周期居然长达275天，可北京新规要求必须60天内结清，这一下资金链直接绷紧。难怪 X 平台上亚洲金融账号把比亚迪和恒大放一块说，直言压榨供应商，零利润卖车，迟早爆雷。财报也撑不住了，比亚迪的举债从去年的286亿一口气飙到391亿，这信号危险得很。第三个坑，产品老化，竞争力不足。当比亚迪忙着打价格战的时候，吉利领跑这些对手，新车型一波接一波，设计配置更吸引人。分析师直言，从2018年开始，比亚迪的产品线其实就在逐渐老化。有些所谓黑科技，消费者根本不买账，就像皇帝的新衣。比如汉这款车，当年靠品质和情绪价值火了一把，可现在偏偏走性价比路线。问题是，想要性价比，消费者大可以去选情啊。结果汉不但掉了溢价，还失去了高端定位。更糟的是，新车发布还推迟到2026年第一季度，在电动车市场慢一步可能就直接丢掉一整个市场。第四个坑，海外扩张高墙挡路。国内打得血雨腥风，比亚迪只好转身往海外跑。欧洲、拉美市场确实也开了点局面，可欧美国家哪是吃素的？欧盟直接加征 17% 以上关税，美国更狠，拜登一刀下去，把关税从 25% 拉到 100%。这一堵墙，基本就把比亚迪在欧美大规模扩张的路堵死了。四个大坑叠加，比亚迪陷入困兽之境，销售停滞并非偶然，而是必然。而当内外压力叠加，比亚迪的处境越来越被动。这时候就有人用脚投票了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菲特。要知道，巴菲特可是2008年就埋下伏笔，当时投了2亿美元，8港元一股。结果呢，到了2022年股价高峰，冲到331港元，他的投资足足翻了40多倍，简直是投资界的神话。可从2024年开始，他就一路减持，到了2025年第一季度彻底清仓，账面上市值蒸发了450亿美元。你说巧不巧？在比亚迪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果断离场。巴菲特究竟嗅到了什么？当然，落袋为安是一个原因，但更深层的考量恐怕是对新能源车赛道重新估价。内卷严重，补贴退坡，利润被压缩，加上中西之间的地缘政治风险，这些都让比亚迪的未来蒙上阴影。换句话说，他卖掉的不只是一只股票，而是一整套模式的否定。高杠杆、依赖政策、内耗严重，还要面对外部封锁。比亚迪的故事还远没有到终点，它依然是中国电动车的龙头，也仍在努力冲击海外市场。但问题来了，它能不能挺过这场危机，顺利完成转型，还是会像一些悲观者预言的那样，成为下一个爆雷的巨头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说完比亚迪，咱们再来聊聊小米汽车的最新瓜，又是小米苏7出事了。
这车从上市到现在争议就没停过。9月30号，山东威海一位车主直接放了段监控视频出来，他家的苏七停在店门口，竟然在没人碰车的情况下自己哒哒哒启动往前开。当时车主和老婆在屋里整理东西，蓝色苏七突然发出滴滴声，自己往前开。老婆一看，尖叫起来，车动了。车主冲出去，一把拉开车门，踩刹车才把车停住。幸运的是，车速不快，要是路上有人或者前面有障碍物，你想想后果多吓人。车主回头看行车记录仪，时间显示下午3点21分，视频显示他3点15分停好车，下车锁门，中间5分钟无人靠近，车就自己跑了。车里车外都没人，手机也没碰，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太悬了？他赶紧打小米客服求解释，客服一上来就说可能是手机上的小米汽车 APP 误触发了，车自己启动。车主直接怼回去，我手机全程没碰啊，监控全录下来了，你们看视频。客服一时无话可说，只能改口，那您把车开到指定门店检查吧。问题是这门店不在威海，而是在隔壁省份，车主只能硬着头皮开着这辆闹鬼的车上高速跨省送检，光想想就心慌。更离奇的是，网友提醒他赶紧备份行车记录仪视频，小米一向爱删证据。车主照做，结果送检后视频果然被删了。小米官方至今坚称是车主误触启动键，可车主有视频铁证，我手机都没碰，这事就这样卡住了，到现在还没个说法。视频一发，网上炸开了锅，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到处都是讨论。网友们调侃起来，小米这下实现真正无人驾驶了，自动召回先于自动驾驶。放假了，小米汽车也会放假，白天上班的车自己休息了。还有人说他自己跑滴滴赚外快去了。但愤怒的评论更多，有人质疑，就算误触也不应该自己开走啊，这明显是设计缺陷，要不是有监控根本说不清楚，小米售后太坑了。还有人怀疑会不会被黑客入侵，安全系统这么脆弱。专业分析也来了，汽车博主指出，启动要多步操作，先解锁屏幕，打开 APP， 点泊车辅助，确认开始。手机随便放地上，怎么可能误触？还有面部识别呢？安全专家则提醒，这很可能是软体 bug 或者感测器故障，如果高速上发生，可想而知后果有多严重。更有网友扒出小米老套路，之前出事总是推给车主误操作，视频删了，证据没了，维权难度大。你说这套路能让人安心吗？你以为这次苏七出问题是第一次，远远不止。从上市到现在，这车事故召回不断，质量槽点满满。2025年1月，小米紧急召回了30931辆苏七标准版，原因是智能泊车辅助系统的软体策略有问题。本来泊车辅助是基础功能，结果交付后才发现 bug， 不得不大规模召回。这暴露了啥？小米的自动驾驶演算法远没成熟，测试环节漏洞一大堆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不是官方主动召回，这些车已经在路上跑，对车主和路人都是潜在隐患。最近一次召回是在9月22号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，116887辆苏七标准版被召回，生产日期从2024年2月6号到11月26号。问题出在 L2 高速领航辅助，在极端场景下，系统识别、预警和处理都不够快。简单说，遇到复杂路况反应慢，如果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，可能就撞车。这意味着小米吹得天花乱坠的智能驾驶，在真实路上根本不靠谱。而且这次不是 OTA 升级那么简单，是官方认定质量不合格，强制召回。粉丝可能变，
只是软体更新，但编号说明问题很严重。为什么小米会突然被查？离不开3月那起惨剧，一辆苏7在安徽铜陵高速上时速116公里撞上隔离带水泥桩，自然爆燃，造成3名女大学生丧生，包括驾驶员。事发时开着 NOA 智能辅助，系统在事故前2秒才提醒。家属质疑车门断电锁死，无法逃生，爆燃速度太快，几秒钟就成了火球。除了这些大问题，其他小毛病也不少。刹车失效，车主投诉主被动刹车都失灵，差点追尾；车机故障，屏幕黑屏，导航卡顿，重启无效；充电兼容性差，第三方充电桩充不上，电流不稳；还有雨刮器异响，门把手卡住，电池衰减快。这些问题在黑猫投诉车质网随处可见，车主群里更是吐槽成河。这一桩桩逆风事件让雷军的 IP 形象吃了大亏，小米也从民族品牌的神坛上开始摇摇欲坠。说起小米，可是典型的中国元素品牌，崛起快得像火箭，滑落也快得像流星。背后有个大背景，依赖官方政策保护，融资便利，模仿西方技术，低成本拷贝，想靠弯道超车快速追赶，跨越发展。雷军从苹果手机的硬体规格、设计语言，到把苹果、保时捷、特斯拉当作标杆，这一套战略怎么看都是急功近利加空手套白狼的味道。坦白说，这也暴露了大陆民族主义企业自己绕不开的体制性缺陷和品牌风险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小米对消费者合理诉求和舆论批评的态度，几乎就是官方文宣加维稳组合拳，诚恳道歉、正面反思不存在的。雷军倒是一再强调，小米汽车是全网被黑最惨的车企之一，还是受害者，呼吁大家一起打黑水军，抵制黑公关。听起来很高大上，但网友心里想的是，你这不是在回避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吗？再说了，一辆20-30万的车，消费者真正要的可不是参数有多亮眼，宣传有多炫酷，而是安全感啊！社交媒体上的吐槽，正是消费者对民族品牌最客观的打分。说白了，有谁敢把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一辆问题频繁、总出事故的车呢？观众朋友们，您怎么看小米自动车频频出事？在您心中，哪个品牌才是最值得信赖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